那大家早安，各位。Hello，今天我们是来回答一个问题，然后大家也对这个问题蛮有兴趣，就是到底出柜，我们是什么时候出柜的，然后是如何出柜的吧？我们的出柜故事，先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所以看到很多留言很多网友在下面留言问这个问题。我觉得我应该是3个里面最顺利的。那你们觉得谁的比较特别？我们3个都用不同的方式。我觉得吴军的是比较革命的。先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是 gay 好了。我自己是觉得小6的时候就发现。你觉得这样算早吗？我好像也差不多我好像小3，这么快？我好像国小2、3年级的时候。哦，我吗？我觉得我是很模糊我刚开始，因为我刚开始喜欢的是女生，她有探索期，对我有探索期，直到后来发觉好像跟男生相处对我而言好像比较轻松一点点。我是完全没有探索，我就知道小6的时候发现好像对男生蛮有兴趣，然后上网查一下，因为也不知道那什么叫做同性恋，然后就查来说，那就是我啊，然后我就知道那我就是 gay。什么样的是你？就喜欢男生，男生喜欢男生，就是。所以你是完全很铁，就是完全知道说你是喜欢男生，完完全全。应该是看到什么样的特征呢？觉得说那就是我。没有特征啊，我就上网搜寻男生喜欢男生，就这样。然后他就说男生的是同性恋之类的。我说好 ，OK， 那我知道我是什么，就这样这么简单。就这么简单啊？这没有什么理由没有理由，为什么要理由？因为像我的话，我说为什么小3是我有一个表哥，他说他的表哥是很 man 的那种，他现在是平头，然后脚槟榔的很黑道了那一种。然后呢，这表很 man， 然后他在国小2、3年级的时候大我2岁，来我们家玩，然后我爸妈就叫我跟他一起洗澡，就小朋友一起洗澡快一点这样子。结果他表哥就搓沐浴乳，把全身搓完之后呢，他也叫我搓沐浴乳，结果我们2个都就是很 good you 的身体，他这样抱着我。然后我们就这样子2个身体这样一直摩擦，然后我发现我怎么好像怎么那种感觉，是感觉会有反应的那种感觉，喜欢跟他接触的，对，有点兴奋的感觉。对，那我这有点违禁的表哥对，表哥，对啊，这禁忌的吧？没有，可是就这个我觉得就是从那时候好像就是知道说，好像是天生的有那种感觉。应该说小时候就知道，好像我对同性的兴趣是大于异性的吧？对啊，我就在小学的时候跟同学玩的时候，发现男生好好玩，就想跟我们一起玩在一起，然后对女生没什么兴趣，就慢慢发现说好像对男生，所以特别看男生，可是不会看女生漂不漂亮，就看男生长得很好看的男生。慢慢发现，那我完全不一样。我到高中我才，因为我是从小学就开始交女朋友，交到高中，然后才发现说，突然遇到一个男的，然后也是觉得说奇怪，怎么特别喜欢这个男生，然后也喜欢跟他相处。可是那时候自己并不觉得说，虽然知道有同性恋这件事情，可是自己并不觉得说我会跨上那一步。对，就是然后慢慢是跟那个男生相处，有点类似初恋男友，然后跟他相处之后才觉得说，哇，好像跟男生相处轻松，然后舒服很多的。大家觉得女生不好？不是说女生不好，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男生可能更适合。OK， 这样好，这是我们发现自己是 gay 的故事。第一次的时候我是对同学，那时候我国中毕业，然后跑去美国，那时候我就在 Facebook 上面写一个贴文说，大家，我想告诉大家我是 gay，就这样，就这么简单可是按下去的当下非常非常紧张，我很怕说到时候会有人骂我干嘛的那些攻击我的举动。可是后来还好，同学都蛮友善的。可是最让我崩溃的是，后来我就从学校要回去家里的时候，我姑载我嘛，他就问说，你刚刚 Facebook 贴那个贴文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发现我忘记封锁他，因为那时候不会设那种黑名单，或是谁可以看到你贴文吗？限制名单，对，限制。然后我没有设我姑姑，我所有家人都设了，然后没设到一个在美国的姑姑。他跟我说你那个贴文什么意思？这个超尴尬。我就说没有，那是开玩笑，我在骗我同学啊。所以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想要告诉家人，我不想，那时候还没有准备好跟家人讲。所以这其实刚开始也不算是真正的出柜，就不是对家人的出柜，可是对第一次对朋友的。对，然后我姑姑就半信半疑，她也可能也没有想太多，可是她是基督教的，所以她可能就针对这件事比较敏感。这是我第一次的经验，然后慢慢观察你，就说完了，这个孩子拉不直，没有，他也没有好弯哦。他对这个领域不太了解，
所以他就没多说什么。可是我觉得美国可能比较开放，然后基督教他们很保守，有些基督教。我第一次好像是在高中，但我国中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好像都感觉已经知道说我有可能是，我自己好像也不会想要去跟大家讲说我是，因为我自己也在探索阶段。但高中的时候，我自己其实高一我也有喜欢一个女生，就好像在探索那，就我觉得说可以跟她在一起，可是我不会想到跟她发生可能性关系，或是在更亲密的举动。对，所以我在高二的时候才跟我一个女生朋友讲，对，然后说会第一次，对，那时候第一次，就好像就真正探索到后面，我就说好像跟女生不太有可能，可是跟男生我可以，就是感觉全部的情侣之间的行为我都可以跟他发生，我觉得那感觉跟男生好像比较适合。那你怎么选择跟那女生讲？因为我跟他非常好。那他有喜欢你吗？他有喜欢你吗？他没有喜欢我，对，就是好朋友感觉，对，就非常好的闺蜜那一种。那你当下心情带什么样的感觉去跟他讲？我觉得他已经可以接受的，对，他感觉已经看出来，然后一直然后我不讲，他等你开口。对，然后讲了之后，他就跟我讲说是他其实心里面早就有底了，对。好，第一次换你。我的话，我比较像是被迫出柜，因为第一次其实我也是在因为我不是我高中认识那个男生吗？然后跟他有点类似说啊，我们后来就确认关系，然后有点类似交往的状态。可是呢，后来是被同学发现，被发现是因为我们在传简讯，然后你知道，因为高中男生很无聊嘛，没事做嘛，会去看别人简讯。怎么看？就打开，因为这像不像我们现在讲的说手机就打开那简讯，我们那时候还是要打字，然后一封，然后比如说一封有72个字，然后你只能把它里面写说多少，然后就讲一些很暧昧的话，然后就被发现，然后他们就会传说他们两个是不是在一起之类的，有点类似这样的状况。可是我也是觉得说，这个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是说，你被发现的时候，那个人怎么对待你，你就会造成你对往后影响。因为我觉得那个发现那个男生其实他不是很友善，他是觉得有点类似嘲笑的角度，然后再看这件事情。你说发现你们的那个？对，他是比较嘲笑的角度去做这件事情。可是你可以大概理解，是因为当时大家可能都没有那么成熟，他们都不懂。对，可是到现在台湾的社会那么开放底下，他其实如果他做出这些行为，他自己可能目前可能他自己也会受谴责或什么之类的吧。可是我觉得在那个情况底下，因为大家都是小男生，你那时候思想心智上没有那么成熟，所以他就是用一个比较嘲笑攻击角度来讲。那对你有什么影响？对我而言没有什么影响，因为我是恋爱脑，所以我就是没差。那对另外一个人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点，就是为什么我会说会有影响的原因，是因为你刚才讲到基督教，我那个交往的对象，他的妈妈在教会里面也服务，所以等于说他们就会很虔诚，就等于说他们会有很多宗教的压力在，然后去做一些。就被迫，他会觉得说，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会下地狱？可是他就必须一直跟他自己的内心拉扯，觉得说啊，圣经上告诉我不能这样做，可是呢，我又很爱这个人，那我怎么办？他就必须两方，然后一直在做选择。所以我看了对方痛苦，其实自己也会很痛苦，所以当时的摩擦就变非常非常多。所以这个经验不算是好的经验，不是好的经验，可是他给我很大的启发，跟对我人生往后影响很大。可是至少是让你对。至少让你建立信心的话，那就还不错。它不是打击到你对于同志的认同，应该说某方面有一点。我不会，因为应该说我对于不管喜欢谁，我抱的角度都是超级开放。我觉得男生、女生、男女，然后你们要怎么去交往，我觉得这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一个没有确定的答案，所以我自己没有查。因为我觉得同志在出柜过程，还有周遭人怎么对待你，会影响你对于自己的性别认同，还有对世界看待的角度有很大的影响。对，如果你被打击的话，会越来越自卑，然后不能认同这个角色的话，就很难活得很有自信。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家人的部分，因为我觉得家人应该说原生家庭会影响你后半辈子很深很深。所以等于说你就是必须被迫去面对这件事情，然后要去看说到底我要去如何处理。那你妈还是你爸是发现你的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你先开始。出柜的，
我妈家的话人出轨很有趣。那一天呢，我在家嘛，然后我妈就叫我去买便当。哦，她平常是一个不会偷窥我隐私的人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那天就刚好在跟国中同学聊天，就说啊你是 gay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。我说哎呀你不怕你妈发现？那个人问我，我说我当然不会跟她讲，怎么可能让她知道？说国中吗？那时候高中吧，高中。对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出去买便当了，我在我房间在2楼，然后我妈在1楼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回来之后，我妈在吃饭的时候就问我说：“哎，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讲？”她说：“什么事情就不能让妈妈知道？”我说：“啊，你在问什么东西？”妈妈通常讲这句话就是不对劲然后我就说：“没有啊。”她说：“你交女朋友？”我说：“不是啊。”她说：“还是你喜欢男生？”直接这样问哦。哎，你妈很直球对决型。她是这样问啊。啊，我更直接，我说：“哦，对啊，我有男生。”他敢这样问我，就敢直接这样回答。然后嘞，他就说：“哦，好啊，没关系啊。”可是我再问一个问题哦，就是在这个之前，他有曾经试探过，还是说他有发现吗？就完全没有？没有哦，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。可是我很纳闷，为什么他刚好那天会看到我电脑，而且刚好我那天又没有把荧幕关起来，很巧。到底是怎样？然后刚好那天又在跟朋友聊，没有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上帝要你，对，这反而是上帝操纵你的一个过程，没办法，他要你出轨，都有缘分。然后我爸的话，我觉得是我姑姑多嘴，我那姑姑真的大嘴巴，她知道什么事情都会跟全世界人讲，所以我爸是透过我姑姑知道，所以我爸其实也慢慢接受，他也没有什么反应，就说哦，只要自己过得开心就好，所以家人都蛮同意我们这件事情。这大概是我的家庭出柜故事。那换周璇。好，我先从我在国中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台湾好像开始就比较开放一点，在电视剧上面就开始会有这种剧情。对。所以我国中的时候，我妈就刚好看到这个电视剧，然后我刚好放学在家，然后刚好我刚才在客厅，然后我妈就看到这个剧情，就转头跟我讲说：“你不要跟这个剧情一样，要不然我可能就可能会做出就是不理性的行为。”对，不理性，好可怕。就可能说他会自杀或怎样。对，那我当时我也很戳，就他干嘛突然跟我这样子讲？这压力很大。我觉得在我们跟家人出柜之前，可能我们都知道说家人其实心都只要有底，只是不说破而已。对，所以这就让我很生气，我不太会想要选择说直接直球对决跟我家人讲这件事情。对，所以这件事情我是很逃避，也很刻意。但是我在跟吴军交往之后，我觉得说，好像很稳定，而且我也想要走一辈子了，我觉得已经可以公开这件事情了。所以今天我成为生活圈的朋友也都知道了。再来是我想要让我姐也知道，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她可能也知道，只是我们就不会聊而已。所以我就安排说有一次的暑假，我们去带一个儿童夏令营，然后我就把我姐安排进去当里面的一个职位，一个主任的职位。然后吴军跟我都在里面当助教，所以我是先让他们在工作上去认识到这个人之后呢，他有一天就看到我吃那个鱼，然后很不会吃鱼骨头，不会称，然后吴军居然就直接把那个鱼骨拿起来称，然后他隔天我姐直接跟我讲说，你跟吴军是不是在一起？哪一个朋友会去帮你称那个鱼骨头啊？帮你吃剩下的鱼骨？对，没有啊，那剧情他只是问我要不要吃。我说不要，你自己吃。他说称的只剩下那个只要血而已。请问哪一个人会问？两个男生应该很少会问说要不要帮他称他只剩那血的东西。是口水。对，所以就这样子认识他。我为什么会逃避说不要直接告诉他？是因为他可能直接跟他讲，他如果很排斥这件事情，可能就不会想要去认识这个人，不知道说这个人他的个性是怎样。所以我先让他们认识他们彼此的个性，再让他知道说我跟他在一起。所以就用间接的方式，这方法我觉得蛮好。我补充一下，我觉得他姐人很好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整个我记得课程结束，他姐还跑来找我聊天，然后他讲说你们两个就做自己就好了什么之类。我觉得他姐是蛮开放，然后他姐认识我们3个啊，所以我觉得很 OK。对，然后再来换我妈，就是我妈的话，我也是选择间接的方式。在今年的时候，今年有一次有一间新闻就请我们授权给他们发布，媒体在脸书上面。其实，在授权之前，我就已经有心理准备，知道说发布在脸书上面，很多长辈一定都会看到。所以我在当兵某一天凌晨4、5点，我妈就跟我讲说，她看到那个新闻的，然后就最后面啦，就也跟我讲说，她也只希望我当她的，就是希望我过得好，然后我永远都是他们的乖儿子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也是用间接的方式让他知道。
这样算软性接受？就是我觉得他们应该说，如果归纳来讲，其实这一些父母大家可能很早就知道，只是他们需要比较长时间去消化。然后我讲我案例好。那可是仲学跟他父母不是有点沟通吗？抗争稍微一点。他说你也讲的比较重一点。对，所以应该是我现在比较释怀，因为当下我觉得爸妈放在心里面不说破，跟他已经知道真相的那一刻是那个心境也是不一样的。不一样。对，而且他们真的我们彼此都需要花时间去消化，因为我也不可能逼着他们一定要接受，然后我也不可能。就是我不可能直接跟他们讲说这件事情之后，他们就一定要接受，所以他们一定要花时间去彼此消化。我的也是发生在高中第一次交男朋友的人身上，全部都发生在他身上，就是很密集，因为所以我才觉得说他是我人生命中蛮重要的一个人。然后我们共同面临经历了很多，然后那时候你看高三哦，还有学测，就是学测就是台湾的大型考试，你要考大学，所以压力很大。所以那时候其实太多事情聚集在一起爆发，然后那一次是好像我找他回家里玩还是睡觉之类的吧，然后我妈就是不知道我玩什么，回家玩，高三玩什么？高中你们俩安静，所以有玩到什么地步？没有玩到什么地步啦，可能叫的比较大声吧，没有啦，高中怎么会叫？不是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觉得我妈是。他也是放在心里，然后一直想要知道这件事情。然后，可是我觉得他那时候就知道，只是他也是用一个旁敲侧击问说：“你是同性恋吗？”可是我刚开始我都一直回绝，我都一直觉得说：“不是啊，怎么了吗？”然后他真的问太多次，问到后来是我到大学上大一，就是考上完大一之后，他有一次他跟我爸一起到台北，因为我在台北念书，然后在捷运上的时候。他就真的受不了，要坐到我旁边。我觉得我妈坐到旁边都没有好事哦。妈妈只要坐到旁边的话，你就站起来就离开。我觉得他说我要跟你说一下，这就是我跟你说一下，就是我跟你说一下，就是那个，就是有大事。对。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你到底是不是同性恋？他真的很想知道，他很想知道，因为他一定是心里他就不信你不是啊。对，他就不信我不是。然后我那时候会觉得说好烦哦，你到底要问几百万次？然后我就说对啊，然后结果。在那之后，我们要去动物园玩，在去动物园的路上，我们一句话都没讲，然后回来一句话都没讲，因为等于说他自己就是有点震惊，然后再消化。我觉得妈妈都是需要这一段就是震惊然后消化的过程。等于说他们要回台中，也没有多说什么话，他们就回家。然后回家的时候，他晚上的时候就传讯息来给我，就讲一大串。他刚开始讲说，我有话要跟你说，所以我明天要再上台北一趟。好累哦，好疯哦，很疯哎。我妈是一个就是很疯狂的，就我妈对于她想要深究到，因为她是双鱼座，我是说双鱼座，她对于那种情感上她没办法解冻，她就一直想要去钻，然后一直想要知道说这个答案的源头是什么。所以她隔天她马上自己搭车，她几乎很少自己搭巴士，怎么自己来啊？自己搭巴士自己来，然后到台北说你帮我找一间咖啡厅，然后我帮他找一间咖啡厅。那段路途，妈妈心里在想什么？我就说到底是要演哪出？所以他跟你讲什么？没有，他来的时候也没有很严重，他只是讲说他也支持什么你怎样啊，什么可是什么也是讲一大堆说支持你啊，然后我觉得你也是我儿子，因为妈妈都喜欢讲这，你也是我的好儿子啊之类的。然后讲完之后，他在那里哭，我就想说，到底是怎样？我在咖啡厅里面超尴尬，然后旁边都是人，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没有特别的那个，因为我觉得我心里都做一个，我自己心里其实都做一个最终的打算，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真的为爱可以抛下任何一切的人，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可以做到多绝，所以我就知道，如果他没办法接纳这样的我的话，我可能就跟这个家庭没有办法继续相处下去，因为这是。会牵涉到我往后一辈子的事情，所以没有办法呢。可是妈妈都会讲说，如果妈妈都会抱有一丝希望，跟你讲说，如果你以后啊还是喜欢女生啊，如果变正常的话，留那一根线，对，他就留一根线在那里，想要留个伏笔，可是那个伏笔永远没有那个结局。但我觉得你妈很贴心，她想要当面跟你面对面讲，她还是爱你的，这个是很感动。所以她不是只是传一个讯息，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蛮感动，因为我知道我妈并不是一个。他会自己
想到什么，他就想要忙冲过来，然后去做这件事情。可是他一定是为了我，这件事情让他例外对这件事情让他一定就是他太想知道什么答案，对，的状态，所以他一定就是想要冲上来，然后马上把这件事情确认清楚。这蛮好的。对。然后我爸是一个就是好好的先生，所以我爸都是被动资讯，就是听我妈讲什么，他就哦好，是说的很好。对。我们来分享3个人跟家里出柜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很常说3个人交往，在跟别人讲的时候，很像在出柜第2次，对不对？所以当初我跟我妈讲的时候，她觉得好像我在抢人家男朋友。她说你看他们2个交往，你是张小三哦。好像你是第一个讲。如果以家人来讲，你是第一个跟你妈妈说的。对，你是第一个跟你妈妈说的。你妈很早就知道。对，你妈可能刚开始我们可能交往1-2个月，她就知道了。对，因为你就忍不住你就跟她说了。我没有忍不住，我就是随便跟她聊天呢。哪有什么好忍不住的？没有，我以为就是你可能只是你把它当茶余饭后一个话题。因为我觉得跟我妈分享什么事情都没关系啊。她刚刚第一个反应说你是小三？我说不是，我们3个人交往在一起。可是代表你妈也很开放，她接受这样的资讯，她其实也是很不容易。我不确定是不是容易，可是对很多家庭来讲可能不容易。我妈本身就是思想怪怪的人，所以她都蛮开放的。她当初会敢直接这样问我，她也是就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我不太意外她能接受。所以她是直球对决型。直球我觉得还好，只是她可能好奇就问一下，但她也没有那么在乎。所以我就这样跟她讲，她就反应说然后后来就慢慢了解，然后也常看到你们。她说好，你们3个交往也蛮好的。就这么简单。然后我爸，我不确定他到底知不知道我们3个交往，因为他们常看到他们来我家，对，可是然后又睡同一间房间，他就会问说，你们3个睡一张床不会太挤啊？那是刚开始啊，对，那刚开始。但我觉得他应该也知道，我觉得也是你姑姑跟他说的我觉得我姑姑反应超好笑，我们那时候一家人好几个人在吃那个鼎泰丰，然后呢，我的美国的表姐就跟我姑讲说，你知道他们2个是雨辰的谁吗？他说不就是男朋友吗？然后就说对啊，2个都是哦。我说2个都是吗？不是1个而已吗？他吓死，然后就说你在骗我吧，你在骗我吧。他震惊到我们吃完饭之后还在说不可能吧？他不想面对事实，他无法接受这件事情。可是对于同事这件事情，他已经慢慢可以释怀，因为他的家人都跟他说这其实很正常，大家都会发生这种事情，这自我探索其实天生俱来的特质。他已经可以接受，可是又突然有一个新的东西出现，他就想说：哇，怎么又有3个人交往这件事情？他觉得是在跟流行，很多长辈都爱觉得说我们是在追求流行，这根本没有是流行。爱哪有什么流不流行，就喜不喜欢而已。对，但我觉得蛮有趣的，所以我家人目前应该是都知道。你是完全把你姑姑撑得很开，随便他，不能接受也不干我的事，我还能怎样？不能接受就离开我的生活，我不会强求，就是这样而已。就眼不见为净啊，大家互相各自你不爽我，我不爽你，那就不要互看。对，我觉得我跟你的那个感觉是比较差不多。那我觉得，如果3个人出柜就刚那样。对啊，因为只有我姐是比较后来才知道，因为她知道也很开放。对。那换你。然后我妈又是我讲我妈真的太爱问，你妈真的很可爱。又是有一天晚上的时候，然后我回家吧，我记得好像比较晚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都不在，然后他又说来，我话跟你说。晚上的时候还不睡觉，晚上开始冒冷汗，不是晚上不睡觉，坐在沙发上，在那里盯，直眼睛死勾勾的盯着电视，还不看电有看电视，只是发呆，你知道他是放空的状态。他说：“我话跟你说。”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就说什么事情，然后什么事情之后，他下面一定会接着一句说：“来，你过来坐。”有事了，过来坐就有事。你如果他直接跟我讲，可能就是我只是帮他拿什么东西而已。可是他如果他说过来坐的话，那就是一定有事情，就通常不会是什么好事。然后我就说好，那我就过去坐。他说怎么？我就问他说怎么了嘛？因为我在这几年中，我一直告诉他说，很多事情我们就直接说就好。因为我觉得父母他们那一辈，或者是我还是华人，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，他们很喜欢拐弯抹角，然后一直在猜测说到底是怎么样。可是他们很不敢跟你直接讲说，把那个问题直接的源头把它点出来。
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，爱旁敲侧击啊，对，不敢直接问最直接的问题。对，然后我就会一直跟他讲说，你要什么事情就直接跟我说。然后他现在也是学会说，他直接跟我，他就说，所以雨辰跟你们是什么关系？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说，反正他都这样问的话，我就直接打蛇随棍上，我就说，我们3个在交往啊。然后我妈也是愣了大概2秒钟，她说，好，你们开心就好。他知道他得到他要的答案了。对。其实他也是要就不用像上次一样一直躲躲藏藏，这次就直接就好，这样也蛮好。因为这是我觉得是我跟他的成长，就是他自己我出柜到现在可能已经10几年了吧，所以我们2个已经都很能直接的讲彼此的感受跟方式。可是当然爸爸妈妈，我觉得老一辈他可能还是会有点害怕，因为我觉得他害怕的点并不是说你怎么样，可是因为他的压力有可能来自于外界的家长或者他的朋友，你要想说他的朋友可能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，因为他朋友可能认识你啊或什么之类的，所以他一定会想很多。对，可是如果你常常沟通，你就会发觉其实你们2个感情羁绊是蛮强，你可以去抵御很多外界的那个事情。我觉得父母为了要保护小孩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对，他们一开始不太了解的时候，他们只能用防备的心态去怕别人对他的眼光。可他如果真的知道小孩自己没有问题，然后他很爱这个家的话，他们一定会反过来去攻击他的朋友。如果他的朋友对他自己的家庭解释吧，对解释或者是反击，如果他对你们自己的家庭有示意的话，这是一定。爸妈的爱都很伟大。我们对于那种外界的压力是每个人消化程度不一样，有些人是可以快速就把它消化掉，可是有些人就是像你妈妈，就是非常做自己，所以你跟她说其实没有什么压力。他觉得说，那是你的人生，那你过好就好。可是有些妈妈是说，希望你好，然后在别人的眼中，你是一个怎样的小孩，他也很在意别人的眼光。可是他在意的并不是那个朋友怎样，是在意他怎么看待他的小孩。对啊，这件事情，那就不干他们的事。说实在的，这是很多同志家长要学的。如果别人在谈论到别人家的小孩，如果都更有爱一点，其实爸妈也会很支持自己小孩，他们也不会有这么多压力。对，社会可以给的更多的话，大家都变得更开心。对啊，我觉得就是要意识到一件，那个是别人的人生，他要怎么选择自己去过是他自己的事情。像我一直跟我妈讲这件事情，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，就是他要怎么去过他的人生是他自己个人的选择。然后你永远没办法改变他，你也无力去改变他，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，他只要做对的事情就支持他。不要伤害别人，我觉得都是能支持，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好反对了。我觉得题外话是，那小故事是阿姨知道我们3个人关系之后，然后在阿姨的有一次她生日，然后我们3个人一起跟她一起聚餐，就是我们全家，然后还有我们3个人，然后阿姨就拿起杯子叫我们一起干杯，然后讲说恭喜我们多一个儿子了，真的超感人。对啊，我觉得好可爱哦。他真的把我们都当他自己的儿子。我妈真的蛮爱你的。我们那么好相处，对他那么好。我觉得阿姨对我比较好。我们都那么好相处的，会跟他聊天那些。我觉得现在关系真的很舒服，而且我们自己的家庭都是可以接受我们3个人交往的状态，是很幸福的事情。因为不是这种事情是可遇不可求。这不能强求，我觉得只能说我们很幸运，对，非常幸运。因为我觉得太多人，比如说有些网友会问说，有些问题会来自于说，你很攻击性的说，你这样知道的话，我为你这样感到悲哀什么之类的。对，可是我觉得我父母不会觉得悲哀，我觉得父母都是希望小孩过得好、开心的。而且干你屁事啊！奇怪，在那边批评什么？我以前可能我的攻击性会很强，我以前对于这种性别平权啊，然后什么那种攻击性很强。可是我现在站的角度反而是说，我觉得他一定有自己永远没办法满足的地方，就是他为什么攻击性那么强，是或许他人生中有被伤害过，或许他没有得到那么多爱，这是每个人有可能遇到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缺乏爱人，所以我现在是抱持一个比较怜悯跟可悲的角度，跟他们站其实没有什么用，因为他们是不懂，就是一辈子都不会懂。他们没有试着想要去了解的话，是不可能会理解。对啊，我觉得抱持开放的心跟态度对你的人生很重要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讲的这句话你得罪什么样的人，有可能是你的小孩，有可能是你最尊敬的师长，有可能是因为每个人的朋友，每个人，而且性向这种东西真的会变，不是说我永远就固定在一个地方。
就像我们开始，我们只觉得我们只喜欢2个人，可能现在变3个人，这都永远会改变，因为爱这种事情你是没有办法去用言语，然后用一个框架去给它界定起来。缘分真的说不对，说不定。爱最大，真的。可是你刚刚讲那段话，不会看我们节目的人是不会看，对他们也听不到这段话。我觉得有些人会讲说，你爸妈因为你们的关系，可能会觉得很可怜或很自卑，所以才想要知道说你爸妈的心态到底怎样。但是我觉得说，如果我们都过着爸妈要我们的想要的人生，或是他要我们做什么工作做什么工作，他要我们要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有什么感情状态，然后这就是孝顺吗？那我们过得很不开心，这也算是孝顺吗？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自己做得开心，但是对他们的责任可能照顾他们，或是要陪伴他们，我们都还是有尽到义务。我觉得那才算是孝顺。我们双方都是好的。对啊，人生是为自己过的啦，你自己快乐了，你自己家里才有能量给别人快乐。因为我觉得不能盲目的孝顺，我觉得有时候是太过于听家长的话，通常也不会是一个好事，反而是一个或者是变巨婴。今天就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出柜故事，还有自己的成长历程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